川普他就是会卖台，在历史上永远忘不掉他这个美国总统，所以台湾现在就是一颗柠檬，等到榨到最后一滴汁的时候，丢给中国大陆，因为中国大陆管被榨得多干，一定会要的。赖清德还继续跪舔美国，你这不是很好笑吗？现在在维持全世界自由市场是中国大陆，口口声声说资本主义万岁的美国，现在要摧毁全球的自由贸易，川普整个不演啦，就山寨土匪。做台积电对美投资3000亿，台积电就没啦。那台湾还剩下什么？那你要讲 AI 算力，你要骗鬼，没有电哪来的 AI 算力 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今天台股一开盘就翻黑，因为昨天川普不经意的说出台积电对美投资3000亿元。Bloomberg 曾经出过一篇，台湾至少要对美投资6000亿以上。现在国资会又讲到，恐怕不是3000亿，是4000亿。那如果再加上台积电加码的部分，会不会其实正确的数字可能真的就是落在6000亿？那6000美元对美投资，那就是相当恐怖了。到目前为止，台湾不仅税率比日韩再高了5%，来到20%，另外投资的总额目前也不知道。那川普要的就3件事：第一个市场开放，第二个扩大投资，第三个大量采购。那大量采购的部分，我们要采购的是600万公吨目前尚未建设完成的阿拉斯加天然气，我们还得投资阿拉斯加天然气设备的建设，所以整个市场面的消息是相当糟糕的。那3000亿美元相当于50几年以来台湾的累积美，因为台积电已经没了，对我们这一代来讲，不知道我们明天在哪里啊？对那个赖清德政府在杀我们，对外有一个川普政府在杀我们。台积电3000亿美金，其实川普之前就曾经讲过了，大部分台湾人听听就觉得那就是川普自己跟胡说八道。当时台积电魏哲家决定去见川普的时候，本来台积电只说1000亿嘛，但是问题1000亿也好，2000亿也好，3000亿也好，台积电的投资就不是在台湾，在美国，它当然有一个排挤效应，所以台湾就马上少了1650亿美金在台湾的投资，而1650亿美金的投资会创造多少的 GDP， 会创造多少的工作机会？一开始蔡英文不是答应去的绝对不是最高阶的制程跟研发，这个才是台积电真正的秘密武器，但你最高阶的晶片才能够锁住中国大陆的咽喉，这才是美国真正在意的嘛。结果没有多久马上就宣布高阶制程要搬到美国去了，不是吗？除了高阶制程之外，当时在蔡政府拜登时期，他要把台积电、三星商业机密要去，你一个政府怎么可以要求一个私人企业的商业机密交给你？结果民进党政府不但不挡，还帮美国政府讲话。当时美国就是一手跟台积电拿商业机密，另外一手就是送给 Intel 了，不然他要这些干嘛？如此粗暴的手法，台积电就没啦。你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把台积电搬去美国？这就山寨土匪。所以你怎么能够相信民进党政府，又怎么能够相信美国会放过台积电？现在图穷匕现了，这3000亿的美金是3年的台湾国家总预算，这些不投资台湾，台湾少掉多少产业，台湾少掉多少的工作机会，台湾的经济就会非常严重的萎缩。那下一个护国神山是什么？你没有，那你要讲 AI 算力，你没有电哪来的 AI 算力？你要骗鬼，你就骗这些青鸟，骗这些民进党的支持者。等到10年之后，你就知道台湾要喝西北风。现在大家想到台湾是想到什么？没有电怎么投资？没有水怎么投资？没有人力投资什么？连地都没有。想到两岸随时可能会打仗，谁敢来投资台湾？所以我们民进党这些远见短视，看不清楚自己造了多少孽，是未来台湾承受不起的。过去我们都觉得川普笑笑随便乱讲话，可是你开始慢慢可以甄别他有哪些话是恐吓你的。他有一个国家划分等级369等，最上等给美国赚大钱的 10% 关税低消，比如说新加坡，那美国是大量的出超到巴西，所以巴西最后个别赚美国钱产业有 50%， 被美国赚钱产业 10%。 那另外一种是制造业强国，在美国的体系当中扮演关键供应链的角色，那这种大概是 15%， 日韩欧洲为代表，另外附加大量的投资来弭平所谓的贸易逆差。最后一种对美国最没用
重的国家，原材料国家，美国只缺稀土而已，其他所谓洗标签的洗产地的地方，这些国家重税，所以这些国家基本上都会谈到20%以上。那台湾悲哀的地方，我们竟然拿到20%，可是我们有关键产业是晶片，但是这个对美国来讲太特殊了，跟日本、韩国不一样，所以它里面是很复杂的产业的谈判。可悲的地方就是台湾付出的投资额简直是令人发指，完全不能对等。日本的总投资额目前是5500亿 ，GDP 是4.1兆，在2024年的时候，总占比投资是13.4%。欧盟是6000亿美元 ，GDP 是19兆，总占它的 GDP 投资是3.1%。韩国是3500亿 ，GDP 是1.76兆，那占它的 GDP 是19.87%，已经很高了。台湾如果是4000亿的话，我们 GDP 才8000亿啊，相当于是 GDP 占比49.8%，6000亿还包含台积电，也就是说，他要把台湾彻底的吃干抹净。那下一步不就把台湾卖过去？刚好新雅尔达会议就在9月3号阅兵式，站在天安门广场上，3巨头合影，成为历史的一幕。中俄美3国元首共分天下，21世纪后冷战的混乱期不就到此结束了？如果是这样玩，那台湾不就 GG 了吗？所以台湾现在就是像一颗柠檬，现在美国正在压榨我们，等到榨到最后一滴汁的时候，他才把这个柠檬丢给中国大陆，因为中国大陆一定会要的，不管被榨得多干。所以川普是整个不演啦，老子就这德性。而且川普呢，现在就一副要搞定习近平、搞定北京是他的最重要的事情。那他必须先搞定台湾，因为他知道这是对方念之在之、最在乎的心头肉啊。那我们就彻底的沦为美国的棋子。赖清德他已经彻底的让台湾沦为川普的棋子，因为美国有依赖论，他自己没有办法去经营美国的关系，所以他只好靠这个号称史上关系最好的蔡英文团队。结果没有想到，蔡英文团队跟萧美琴在华府的关系全部都是川普最痛恨的这一批人，所以蔡英文的国安团队就马上没有用了。赖清德还继续的病急乱投医，他付公安公司每个月6万美金，也是恰贵腿有多，根本没有办法影响跟游说川普，把你底都给掀出来了。还说赖清德想要过境纽约，是川普亲自说不准的，直接打脸赖清德。而且川普只有不到4年的时间了，川普就是要做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，在历史上面永远忘不掉他这个美国总统，那他就必须跟中国大陆deal，换句话他就是会卖台。但是他在卖台之前，他一定先榨干，北京一定收的。但是北京当然也不想要看到台湾被美国榨干，问题是他使不上力，他能怎么样？民进党一直叫北京滚远一点，一直要抱美国的大腿，敌意这么的深，恨不得帮美国挑起台海的冲突。你要知道，美国还有不一样的势力在支持沈伯洋，谁把沈伯洋拿了美国这么多钱先出来的？川普。是，那你要知道，川普现在在美国内部至少有1半的人反对他，每天都在被暗杀的路上。那这一块力量，他又会如何下台湾这步棋呢？赖清德会不会搞不清楚东南西北，被人家当棋子了，而且是最危险的棋子而不自知呢？这些都是超乎我们的掌控。那赖清德发疯了，你能拿他怎么样？你要知道，当年蒋经国被美国拿捏的时候，他多痛，他多恨，不像赖清德现在是去跪舔的。现在台湾这样子，你还帮对方数钞票，多么的可悲。赖清德，你好好的看清楚自己的处境，你要换掉你所有的国家战略的思维，你要换掉你所有的国安团队，否则台湾能不能撑到28年我都不知道。川普如果惩罚你，如果你不给我这些东西，我就给你32%的关税，那你怎么办？在这一场关税战里头，全世界都会付出代价，全世界的经济都会萎缩的，包括美国自己。所以全世界要如何自保？第一个，你不能够靠美国把我们变成战争豪猪，那你今天不需要跟美国买这么高的军购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两岸和平，你就不怕被拿捏，不然你就等着打仗。欧洲真是神经病，还相信俄罗斯会来侵犯整个欧洲，这种鬼话也相信。就好像你怎么会相信说中国大陆要去并吞日本吗？要去并吞韩国吗？但他们就相信这种鬼东西。第二个，全球化，全球的自由开放的市场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新兴市场，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快速的脱贫。美国就是要逆全球化，所以他现在变成关税主义、关税壁垒，这
不是很好笑吗？你现在在维持全世界自由市场开放经济的居然是中国大陆，口口声声说资本主义万岁的美国，现在要打关税壁垒，要摧毁全球的自由贸易经济体系。WTO 现在是装饰品了，联合国都快变装饰品了。所以这样的美国你必须向他说不。所以今天台湾本来有一张王牌，中国大陆乃至整个东协的市场，那你台积电要有底气，我就是跟中国大陆做生意啊。你看看人家 NVIDIA 最后不是也跟中国大陆做生意了吗？结果台积电傻傻的高阶芯片不跟中国大陆做生意，乖乖的跑去美国，你就被连根拔起，还被绑架了。这些董事会不在乎，反正赚美国的钱也是钱，变成 Intel 也是钱，不是吗？有差别的是什么？所以台湾的政府如果没有作为，台湾你哪来的底气跟美国说不？那你今天民进党与其偷偷的在那一直舔着 ACER 法不舍得放，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就把 ACER 法谈了？这就是今天台湾的问题。